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雷狐行动》，也叫《雷狐战士》。主人公主要的攻击手段就是他的匕首，另外呢，你还可以捡到敌方的手枪、手雷、喷火器，还有 RPG。这样，其实这款游戏大家想一下，像不像小的时候红白机版的绿色兵团？包括主要的攻击手段、捡到的武器等等，都特别的像。我现在使用的人物是1P，穿着一个蓝色的裤子。2P 的话就是红裤子了。为什么2P 是红的呢？因为自古红蓝出 CP 嘛。大家想一下，魂斗罗系列的比尔和兰斯，以及双截龙系列的吉米和比利。我换到了手雷，玩个游戏也能开车，减一下血量。其实我不喜欢开车的，我非常的正直善良。以及纯洁呀，但是既然这里边给车了，咱们还是开一下。但是开车的时候人物是不无敌的，如果咱们冲得过快的话，被敌人撞到还是要掉血的。好，撞到了，掉了1滴血。那这关之前我还被捅了一刀，掉了3滴血，但是已经捡到血量恢复满了。这个手枪还掉到我车上了，这么看的话，这个手枪不小啊！我掉下来了。这里是 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战呢是一个坦克，这坦克非常大，咱们竟然要肉身拆坦克呀！肉身拆坦克是很不容易的，大家想一下，当年红狼就失败了，所以我才得到了他的红色战车嘛。好的，应该是4发手雷解决的，还是3发呀？但是中间我扔空了1发啊。红色的那个飞船就空着了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在玩。每过关之后呢，会把咱们的血量加满。好，第2关空中堡垒，竟然变成了一个飞行射击游戏，但是只持续这么一个版面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吧。游戏是一个架空的时空的设定，世界被一个恐怖组织所侵袭。这个恐怖组织呢，力量遍及了陆地、海洋和天空。所以说有很多勇敢的人就站了出来，他们组建了一个反恐团队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90年就已经玩过反恐精英了。那这款游戏我记得当年在街机厅见到之后啊，我就信誓旦旦的和我的一个初中同学说，我说这就是绿色兵团3代，如果不是的话我吃机器。好在我俩现在没有联系了近30年过去了，我俩现在已经没有联系了。如果还有联系的话，他如果想起这茬，见到这个游戏，估计又会跟我说：“你吃机器呀！”我这个牙口不允许了。第2关，这里呢，我竟然还开着飞船啊！要打一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呢，下面那门小炮是可以打碎的，但是它对咱们没有威胁。下船。这个敌人的空中堡垒，咱们最终是要破坏并且拖出的。我刚刚使用的这招呢是上跳，这招非常好用，有一点像恐龙快打黄帽的那个下上 A， 但是打点更高。这种舱门打开之后，我是跳过来的，如果你走过去，很容易被吸进去，就1条命啊！好，被打了1拳，3滴血啊！这里又要打一个小 boss， 这应该是这个空中堡垒的发动机。躲一下它的激光。好的，拆完。发动机是很脆的，打2波就挂了。后面呢，咱们时间还有70秒，70秒进行拖出。其实时间呢不是非常的紧迫，但是不紧不刺激啊。但这里要小心一点，上面的掉落物，毕竟这个空中堡垒要炸。手雷应该是所有武器里最弱的了，它只是在特定的场景有用。好，这儿有摩托艇，咱们又跑了。这个摩托艇是不能飞的，它是在海面开的。
第3关，咱们来到了海面上。这关的关卡的标题叫做“潜入敌人的航母”。这个恐怖组织是真牛啊，他们竟然有航母啊！地面的水雷，刚刚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背景上这个水雷呢是由远及近的，这样给玩家一个心理准备，让你知道这个东西需要跳过去躲避。这种设计细节还是不错的。泰东早年制作的游戏素质都可以。幸亏这款游戏呢加入了血量的要素，不然难度其实还是相当高的。这应该是敌人的潜艇啊！啊，捡到手枪，我被撞了一下。你看敌方的这个科技水平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架空的世界剧情。虽然呢，在后面会出现世界地图，你可以认为是平行宇宙啊等等。小 boss， 小 boss 一看是一个武士，还拿着这个武器好长啊！咱们如果用手枪打他的话，他会用他的枪把咱们子弹给挡住，这个非常狠。好的，他已经跑了，咱们爬上去。现在呢，摸上了敌人的航母。敌人的数量也变多了。游戏的流程并不长，一共就5关。这也符合早年的街机游戏快速的翻台、快速的吃币这样一个定位。玩的水平一般的话，如果不能通关，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。玩的非常好，顶多你也就打15分钟左右。拿了一个 RPG 啊，我往前倒一下这2个武器，因为 RPG 的话一发就没了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它是一个全屏的攻击，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点延时。所以你不能完全的信任它。按下跳的时候翻滚是有攻击判定的，这招比较安全。咱们的血量呢，之前被 BOSS 打了一下，已经不足一半了，所以这里我需要捡一个隐藏的血量，算是隐藏吧，因为那个箱子呢在角落里边。又来了一发 RPG 啊，好，就在这儿。捡了之后呢，上去就开始打 BOSS 了。这个 BOSS 就是逃跑的那个货啊。这里等了一下，把这个小兵给清掉，然后再来打 BOSS。使用枪托打他，使用枪托这下又让我想起了红白机版本的脱狱。小的时候捡到了脱狱的那个枪，子弹舍不得用，想留到 BOSS。所以说整个流程当中就利用枪托来打敌人，非常的别扭啊。好，又被打了一枪托，他也用枪托打我呀。我的这8发子弹给他留着，他如果跳起来呢，咱们可以借机打他屁股。来，跳起来了，好，干掉。大人时代变了。使用冷兵器怎么打架呀？好，上面的自动弩，这个弩呢也是可以拆的。那本关的标题叫做重创敌人矿井，所以大家想一下，这个路线还是非常合理的。那之前剧情当中也交代了，说敌人的力量遍及了陆地、海洋和天空。咱们天空、海洋都拆完了，现在拆陆地的。而且呢，矿井的话，你想一下，是敌方的经济命脉，就是来拆敌人的矿了。这种集装箱是打不碎的，所以我刚才一个上跳过来。水鬼还给了个血，我没有掉血啊。
他们竟然还用炸药在炸矿坑啊！这是作死行为啊，太危险了。被石头砸到，咱们也是掉血的，小心一点走位。这个游戏的特点就是你稳一点，它并不难。另外，需要对整个游戏流程有一点了解。啊，好多人，幸亏我手上有一个喷火器啊！啊，已经碎了这。一发 RPG， 捡着。啊，上面掉下来的这个炸弹也是可以踢碎的，用匕首也可以捅碎。哦，后面敌人还被炸了。好的 ，BOSS 战了。BOSS 战是一个挖掘机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飞踢。飞踢呢就是跳起来 AB， 直接 AB 呢打点比较低，按下 AB 呢就是横着踢的。向前的位移比较大。为什么敌方的挖掘机上会有激光发射器呢？打了我一下，3滴血。但是咱们大概打他4、5下呢，他就挂了。我竟然拿着一个破坏球。好的，清完之前又被打了一下。好在他不扛打呀。好，回满血，第5关，也就是最后一关了。这关的流程稍长吧，因为 BOSS 需要打2个。开过去一个车，这个车是可以抢下来的，但是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不喜欢开车的，所以就没要。捡件 RPG， 前方有一个小装甲车，如果用 RPG 来拆的话非常快，不然的话你就需要一个个攒手雷了。哦，攒手雷这个操作呢，也让我想起了红白机的脱狱倒数第2关，打那个装甲车就需要用手雷来拆。我在这拼得很惨，是因为着急赶路。但没关系的，前方不远呢就有一个加血，这个血量直接是回满的。好的，往前走一下，血量减了。前方是一个分支，可以走上路和下路。我走的是下路，好吧，我是不小心掉下来的，所以说我走了下路啊。如果没掉下来，自动就往前走了。下路的话，敌人比较多，但是能捡到一个喷火器，这个我觉得还是值的。那第5关就是最终的关了，所以本关的标题叫做“破坏敌人总部”啊。哎，前方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无伤过去过，规律性我感觉不强，但冲过来也就冲过来了。因为后面的 BOSS 实际上不难，前提呢是你对他比较了解了。那这里我捡到了3发手雷，那之前还没怎么用过手雷呢，除了打第1关的 BOSS。地板有电啊，这个手雷的作用是打这个 BOSS 的时候快速把地板给炸毁，这样咱们可以快速到下层去和他打架，因为上层的话有很多的小兵比较难处理。这里我使用的是低空的飞脚，这个飞脚踢的比较低，就是按下按 AB。好，地板炸塌，下来和他打架。咱们还有2发手雷。哦，偷他！如果他使用枪托打人的话，就这一下非常的疼，范围也非常广，需要躲一下。这里注意节奏吧，因为你如果出手慢的话，他就开枪了。或者他的枪上还有1发榴弹。好，后面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这个最终 BOSS 跟咱们说，你终于来到这儿了，但最后的成功者是我。最终 BOSS 呢，3个形态。好，第1形态打完，
打他的一个原则就是和他站中距离，然后等他跳跃，跳跃之后呢，你可以跳起来一个上跳打他，也可以跳起来用匕首捅，但我建议用上跳，因为上跳的判定比较好。哎，被他捅了一下，也是和他站中距离啊。他如果向你走过来，你可以用匕首来捅他，然后他跳跃的话，你就上跳，万无一失，很快就可以打完他的。好，捅一刀，这个货其实不抗打，尤其3形态。但是呢，跳起来好，勾一脚，再来，完事了，这样就已经通关了。最后的最终 BOSS 也打完了。整个游戏看起来不算难，但您如果自己玩的话，如果对游戏不熟，这样难度会比较高。好的，通关了。这样小红和小蓝开始回顾他们的战斗经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雷狐行动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它真的不是绿色兵团3代啊，那我错了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